韩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总统，他祖籍浙江东阳，只有高中学历，是韩国老百姓最喜欢的总统之一。今天于叔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就是以这位卢武铉总统为原型创作的电影。辩护人。男主丙叔年轻的时候很落魄，没学历也没钱，只能在建筑工地打打零工。老婆生产的住院费他都拿不出来。晚上他来到经常光顾的小吃店吃饭，老板娘让他把上个月的饭钱结了。丙叔攥着手里仅有的钱，沉默了许久，最后趁老板娘不注意，偷偷逃走了。儿子的出生，屈辱的现状，让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在街上狂奔，来到旧书店，重新买回了之前卖掉的司法考试书。7年后，此时的丙叔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小法官。但是没多久，敏锐的他发现了不动产行业的商机，于是辞去了法官职务，当上了一名买房律师。丙叔的这种行为受到了同行们的鄙视与嘲笑，说他像夜店小弟一样，随时随地发名片。可是丙叔却毫不在意，他一心只想赚钱，认为赚钱这件事不分学历，也不分贵贱。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没多久，前来咨询丙叔不动产登记的人越来越多，钱也越挣越多，每天忙得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钱袋交给老婆，然后弓着腰上厕所。老婆每天数一小麻袋钱，都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了。글쎄요갑자기돈이생긴게네뭘해야될지모르겠어요有钱了怎么花？买房呀！丙叔径直来到一个大妈家，这个房子怎么看怎么满意，跟大妈说我要买你家房子。大妈说莫名其妙，我又没打算卖房。丙叔说我给你2500万，楼下的房子再卖2000万，你就搬楼下去，净赚500万，爽快成交。一家人高高兴兴从原来的地下室搬到了新房子。丙叔为什么一定要买这套房子呢？原来当年他白天给这个房子添砖加瓦，晚上在这个房子啃他难啃的司法考试书，还在房顶上刻下了绝对不要放弃乔迁之喜。丙叔带着妻儿来到当年的小吃店，想要清还当年欠下的良心债，可是老板娘却说빚은돈말고얼굴하고발로갚는기라丙叔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他今后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着丙叔闷声发大财，不少之前嘲笑过他的同行们坐不住了，也转行当起了买房律师。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蛋糕越来越小，丙叔的单子也越来越少了。这时，聪明的他并没有继续留恋不动产行业，而是把目光放在了税务方面，转身成为了一名税务律师。成功的人往往都是快人一步的。丙叔的事业如日中天地发展着，他每天都会带着同事去那家小吃店吃饭。时间来到1981年，此时的韩国实行军事独裁政权，暴力镇压工人运动、学生示威，但是丙叔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黄金屋。在他看来，赚钱才是硬道理，通过示威就想改变国家的行为，简直扯淡。这天，小吃店老板娘的儿子小白正在和同学们一起读书分享心得，突然以小胖为首的几个公安人员冲了进来，逮捕了小白和他的同学们，并将他们拘禁了起来。小白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小吃店老板娘关了店，没日没夜地寻找失踪的儿子，甚至连停尸间都翻遍了，依然了无音讯。一天，他突然收到了法院传票，说他儿子触犯了法律，被关起来了，还不让他探望。无奈之下，老板娘只好前来求助律师丙叔。丙叔带着老板娘来到监狱，好不容易见到了小白。내 밥도 잘 먹고 있습니다. 형사님들한테도 내 잘못한 거 다 얘기했습니다. 내 진짜로 잘못했습니다. 내 앞으로 잘못 안 하겠습니다. 앞으로 잘하겠습니다. 진짜 잘하겠습니다. 小白的背上全是淤青，很显然他受到了拷打。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丙叔，他手上本来有在忙一个知名大公司赚大钱的案子，没想接这种棘手又不赚钱的辩护。此时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为这些学生辩护，还他们一个公道。从来没做过刑事案件辩护的他，没日没夜地查找资料，咨询前辈。很快到了第一次庭审日，庭审前你看，除了丙叔一脸严肃，控方、辩方、法官都说说笑笑，一派祥和。情况远比丙叔想的糟糕得多，因为这个案件属于国安案件，早就已经被定了性，名义上在法院辩护，其实就是走个形式。
这些学生最后都会被定罪。果不其然，刚开庭，小白他们就一个个直接被绑着带上了法庭，无罪者被带上桎梏，成了罪犯，这让丙叔怒从中来，没等法官说完就直接站起来抗议。 지금 즉시 포승줄과 수갑을 풀어줄 것을 요청합니다. 또한 형사소송법 제275조 제3항을 보면 피고인은 재판장의 정전에 좌석한다 이래 적혀 있습니다. 재판을 아직 시작도 안 했는데 피고인을 죄인 취급하는 그 어떤 법정 관행도 본 변호인은 인정할 수 없습니다. 공권력의 부당한 사용, 그걸 가리는 게 이번 재판의 핵심 아닙니까? 존경하는 재판장님.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另外一个辩护律师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为学生们争取减轻量刑，而不是给他们做无罪辩护。”丙叔却坚定地说：“我坚信他们是无罪的。 무죄면 무죄 판결 받아내야죠. 그게 내 일입니다. 说完，扬长而去。第二次庭审，丙叔证明了小白他们看的根本不是禁书。 시중에서 아무나 살 수 있는 이 책들은 서울대에서 권장도서로 추천도 했습니다. 이 책들이 불온서적이면은 대한민국 최고 대학이라 하는데도 불온 단체다 이 얘기입니까? 虽然这场辩论丙叔打得十分漂亮，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威胁与警告。丙叔的大客户被迫和他解约，老婆受到威胁电话，让他们担心儿子的安危。但丙叔没有退缩，反而越挫越勇。每个时代总要有这样的一些人，敢于直面鲜血，为的就是守护他们心底那一份正义。丙叔找到小白当初被关押的废弃大楼，只见这里阴暗潮湿，拷打学生的铁棍还在。站在这里，丙叔似乎看到了那些残忍的画面。这些画面就像一个个锋利的针扎在丙叔的心里。小白本来体重64公斤，被关押后体重53公斤。庭审上，丙叔问小白，在被关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吃饭？ 줄 때도 있고 안 줄 때도 있었습니다. 밥 줄 때는 언제고 안 줄 때는 언제면 그 이유는 또 뭐였습니까? 小白说，被拷问就会把吃的都吐出来，所以被拷问的日子就不给饭。丙叔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피고 어머니는 아들이 집에 돌아오지 않자 무려 2달 동안 매일같이 온 부산을 뒤지며 찾아다녔습니다. 심지어 신원불명 시체가 발견됐다는 소식이 들리면 두려운 가슴을 안고 달려가기까지 했습니다. 왜 그랬겠습니까? 고문 형사들이 피고인들을 고문하느라 불법 구금하고 알리지 않았기 때문입니다. 学生们在法庭上泣不成声，但此时最痛苦的莫过于坐在观众席上的父母们。 울지 마라. 너희들은 잘못한 거 없다 아이가. 물러가라. 물러가라. 家长们被强制带出了法庭，法官直接对丙叔说：“一定要做到这样吗？我现在休庭，你和检方商量好刑期再回来。”接下来的证人是警察头头小胖。丙叔问：“你有没有严刑逼供这些学生？”他一口否认。 아닙니다. 丙叔继续问：“学生和几个市民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你凭什么把他们抓起来？”小胖一脸正经地说：“不是我，是有国家判断的。”丙叔一脸疑惑：“你所说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小胖蔑视地说：“你身为律师，连国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吗？” 압니다. 너무 잘 알지요. 대한민국 헌법 제1조 2항. 대한민국 주권은 국민에 있고 모든 권력은 국민으로부터 나온다. 국가란 국민입니다. 그런데 증인이야말로 그 국가를 아무 법적 근거도 없이 국가 보안 문제라고 탄압하고 짓밟았다. 증인이 말한 국가는 이 나라 정권을 강제로 탐탈한 일부 군인들. 面对丙叔的质问，小胖一言不发。看到学生们身上满是淤青的照片，小胖却说是他们自虐造成的。此时的丙叔已经全然被愤怒包围，完全顾不上法庭秩序，大声地质问着小胖，让他承认对学生们拷打的事实。场面一度很混乱，法官不得已终止了这场辩论。回去之后，丙叔就发现自己被人监视了。此时，一个神秘人通过外卖小哥给丙叔送来了一张纸条，约他在教堂见面。丙叔灵机一动，和外卖小哥换了装，顺利瞒过了监视人的眼睛，来到教堂，见到了神秘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一直为小白他们治疗的军医。他亲眼目睹了小胖一行人对小白他们施加的暴行。当看到丙叔在法庭上为他们据理力争的时候，他也终于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前程，站出来为学生们发声。终审判决上，军医说出了小胖对学生们严刑逼供的事实。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终于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却发
发生了一个意外，军医被污蔑成一个私自逃营的逃兵，没等军医解释就被军队的人抓走了。法官也直接撤销了军医的证词，一切的努力终成泡影。丙叔激动地冲到前面。 중앙삭제라니요. 저희 지금 증인은 모든 걸 걸고 진실을 알리려고 이 자리에 왔습니다. 이렇게 하기 거면 재판을 왜 합니까? 이 나라 법치주의는 어디로 갔습니까? 이따위 짓거리가 무슨 재판입니까? 最终，法院判决这些学生处以2年刑期。 多年后，丙叔成为了一名民主斗士。在一次悼念活动中，他被警察逮捕。审讯那天，法官给他的辩护律师们点名，一个个辩护律师听到自己名字站起来，站满了整个法庭。全釜山142名律师，99名来为丙叔辩护。此时的丙叔已经不是一个人战斗了，即使此时的他被打倒，千万个他 正在起来。在这部电影上映后的1年，釜山地方法院对上述事件进行了2审宣判，判决5名被告人无罪，距离1审判决时隔33年。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独立鱼，记得点赞关注，陪你看电影。